大家好，今天我也来沾沾热度，说说世界杯足球赛阿根廷夺冠的事，以及由此引起的思考。我在古巴，老实说，我没有看全部比赛，因为我不是球迷，甚至呢连伪球迷都算不上。但是我知道决赛是在阿根廷和法国之间进行的，我也知道上次是法国队夺冠，而且我也知道一个小小的人口只有几百万的克罗地亚接连2次打入半决赛，确实让人刮目相看。从内心我真的希望阿根廷赢，我对梅西无感，但不妨碍我祝阿根廷胜利。第一，让梅西可以为自己的足球生涯画上完美句号。我相信这也是很多人的共同想法，因为他太优秀了，但一直没能与队友一起帮阿根廷获得梦寐以求的冠军。他已经老了，这是最后一届了，我再也不想看到他落寞的背影，因为实在太让人伤心。另外，阿根廷这个国家有一个发达国家倒退成了发展中国家，我觉得够悲催的吧。当然主要是与他们的体制以及民族性有关，这个我们今天不多说。这些年我们眼看着阿根廷在一个经济危机接着下一个经济危机中走向衰落，人民的财富及生活水平一落千丈，在拥有如此丰富资源的情况下陨落得那么快，以至于需要中国的经济以及技术援助，让人倍感唏嘘啊！人民生活困苦，大多数人返贫，这是阿根廷的现状。多年前本人去过阿根廷，当时就觉得这是一个曾经富裕过的破落户。几年过去了，他们的货币贬值了 95%， 可以想象他们人民的财富的流失有多厉害。阿根廷人对足球超级狂热，一次夺冠可以让这个国家暂时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加上这些年来阿根廷需要中国，与中国的关系还不错，所以综合以上原因，在阿法2个国家之间，我是希望阿根廷夺冠的。所以昨天4-2点球获胜后，我这个连球迷都算不上的人，竟然呢为阿根廷哭了3秒钟，当然是喜悦的泪水。话说了，虽然那个法国的超级巨星姆巴佩非常优秀，但他才24岁啊，超级年轻，有的是机会。他还前程似锦，这个钱也可以说金钱的钱。可是呢，他年少轻狂。另外，当下的法国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法国队，我这个伪球迷啊，以为那是一支非洲队呢。加上法国与中国的关系并不算好，所以我心里不希望法国队赢。我还特别讨厌西方政客利用各种机会表演作秀，比如法国总统马克龙，你看他跑过去安慰姆巴佩，从表情看，人家姆巴佩对你马克龙真的是爱理不理啊，不知道跑上去搂着人家姆巴佩想干什么，无非心里想的是你自己的选情以及选票嘛。话说回来，如果一支真正的非洲队，比如说喀麦隆进入决赛，我肯定第一个希望非洲队赢。我就是同情弱者，没有办法。据全球数据分析和咨询公司 Global Data 公布的数据显示，本届卡塔尔世界杯，中国企业赞助了 13.95 亿美元，也就是差不多14亿美元，超过了美国企业赞助的11亿美元，一跃成为本届世界杯最大赞助商。中国企业，特别是跨国企业，通过世界杯向全球球迷展现品牌号召力，有利于扩大企业发展空间，提高企业销售业绩。本届卡塔尔世界杯官方赞助商当中有4家是中国企业，他们是万达、海信、蒙牛乳业还有 vivo。 其中万达集团是国际足联合作伙伴，而其余3家企业则是世界杯官方赞助商。万达集团是本届卡塔尔世界杯最大的中国赞助商，同时也是国际足联7大官方合作伙伴之一。万达集团承诺为世界杯投资 8.5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60亿。vivo 为本届世界杯唯一手机官方赞助商，预计为世界杯总投入 4.5 亿美元。此次卡塔尔世界杯上，
蒙牛乳业与国际足联实现第2次合作，在国际足联史上是第1家联手这项足球顶级赛事的乳品企业。蒙牛意图向全世界消费者展示健康美味的产品，将蒙牛乳品的品牌价值与世界杯竞赛精神的完美结合起来，在精神层面上与消费者实现共鸣。4家中国企业中，我感到最突兀的就是这家蒙牛。首先，好像大部分时间都是中文的 logo， 让人觉得其实蒙牛是在国际赛事上给中国人打广告。至少在德国，我认为1000个人当中知道蒙牛这个品牌的人可能连1个都没有。其次，中国奶制品，特别是奶粉，在过去出现多次严重的质量事件，极度挫伤了消费者的信心。直到今天，凡是有那个经济能力的人，大部分人都会选择购买外国奶粉，有些海外代购都因此发财了，导致了非常大的中国的资金流失到了外国产品当中，这笔钱本该可以用于国内消费，提振内需。另外，中国原本就不是奶制品国家，要想把蒙牛的产品打造成国际奶制品品牌，恐怕任重而道远。与其花天价做国际广告，还不如降低成本的同时提高产品质量，脚踏实地地耕耘国内市场，让中国消费者有信心购买你的产品。对一个品牌来说，14亿人的市场已经够大了，何必舍近求远呢？反正本人不认可蒙牛营销的定位。我发现在中国，乳制品大多价格奇高，已经完全超过普通消费者的消费水平，有的甚至被包装成高档消费品推向市场，从包装到价格都如此，过度包装推高了价格。过度包装问题当然也体现在不少中国本土其他产品上，特别是某些中国节日热销的产品，比如说春节礼品、中秋节礼品、保健品、茶叶等等。万达的赞助我也觉得可能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作为一个海外华人，我都不真正了解万达的业务包括什么，我只知道他是搞房地产起家的，外国人就更不知道了我觉得海信以及 vivo 赞助可能还有些作用，毕竟呢是家电以及手机生产商，与劳苦大众的生活很接近，提高知名度可以促进营销和价格。今天我还想说的是法国队的组成。如果不是球迷，看画面，我完全可以认为是某一支非洲队在比赛，压根不会想的是法国队。当然，法国能接纳及融合各人种是非常值得称道的，这说明一个国家的实力以及吸引力。但同时，我们应该看到某种趋势，那就是移民可能给宗主国带来一系列后果，不能说是问题，而是后果。这也是目前欧洲一些老牌国家可以观察到的现象。本地人出生率非常低，移民生育率非常高，经过几代人的时间，会很快改变人口结构，最后可能变成反向移民，就是说移民接收国最后变成了被移民占领。如果选举法不做调整，最后变成了移民领导这个国家，这已经成为了现实。比如目前的英国首相就是印度移民的后代，美国的前总统奥巴马也勉强算得上一个例子。另一个更大的隐患，我觉得是宗教冲突，简言之是欧洲传统宗教与伊斯兰教的冲突，可能会引发社会动荡以及流血冲突。原则上这两个宗教都是排他性的，不比佛教，一方的势力壮大必然会导致各方面对非此宗教人士的限制与迫害，过去有，将来肯定也会有，这点我深信不疑。法国国家队只是一个侧面，法国社会中此类冲突已经非常明显了。大家还记得应该是大概3年前吧，一个法国历史老师被一个车臣共和国移民后裔割喉的惨剧吧。之前法国一家报社的编辑部也被恐怖袭击，这是西方的术语这恐怖袭击，这就是宗教冲突导致的惨剧。欧洲社会走向低质化、极端化、暴力化是大的趋势。刚才说了，此次法国队的组成只是冰山一角，加上此次俄乌危机导致欧洲不得不集体转向美国，会更加加速欧洲的衰落。目前看来，美国的国力反而因此会变得更为强大。在军事和美元霸权的加持下，加上对中国的遏制，美国一家独大的日子可能会延缓它的衰落。最后回到话题本身，人家阿根廷队夺冠，
而中国这个14亿人口的大国，竟然连参赛资格都没有，让人实在无地自容。我有时想，假如是中国队获得冠军，会不会像阿根廷首都那样出现万人空巷、全民狂欢的盛况呢？其实中国的足球迷绝对不在少数，中国人同样对足球充满激情，肯定也会出现万人空巷、全民狂欢的盛况。只是这天何时到来？老实说，我有点悲观。我觉得，反正我是看不见了。你们怎么想呢？